我们持续关心中日之间才发生这个擦枪走火、军事上面的冲突。这一回，中国大陆又拉了俄罗斯来启动反飞弹演练。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好，辽宁号跟日本才擦枪走火，现在中俄是立刻启动了反飞弹的演习，这是对日本下最后的通牒吗？另外一方面，日本呢现在在这个西南群岛这边疯狂的部署很多新的飞弹。所以呢，我们看到中俄这一次的反导弹演习，有外界解读是不是就是为了要优先去拦住这一些来自于日本新部署的飞弹呢？会不会目标就是日本呢？这是第二个我们会来做关心的。最后我们会来关心到，看到了这个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有这样子的动作之后，美国是立刻回击了。现在他们祭出的是这个低当量的核武，川普这一步棋会不会逼中俄踏上核红线？3个议题，今天我们都会一次的来做解读。好，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另外一条战线，持续的对日本升高火力。就在12月6号的晚间，大陆国防部是突然间宣布了，中俄两军在俄罗斯的境内举行了第3次反飞弹的联合演习。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北军虽然说了我没有针对第三方想要这样子带过，但是外界解读说，会不会这些动作就是主要针对日本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其实过去几个月，日本它在西南群岛这边一直不断的强化它的部署，实际有哪一些作为呢？我们看到8月份跟11月份比较具体的作为。首先8月，日本宣布在熊本这边部署12式的陆基反舰飞弹，11月底又在与那国岛部署了03式的中程地对空的飞弹等等的动作。大陆国防部发言人蒋斌也曾经警告说，日本胆敢越迟雷半步，会给自己招事惹事，会付出惨痛的代价。中俄的这一场反飞弹的演习，预先想的目标、拦截目标，会不会就是日本？刚刚我们特别提到日本所部署的这一些新的武器，这是中俄联手在对日本做的反制吗？吕舰长怎么解读？我们看到为什么中俄要进行这样的一个联合演习，其实他们是唇齿相依的，也就是如果飞弹要从越过北极海打到中国大陆的话，就会经过俄罗斯上空，而且最适合拦截的，也就是在俄罗斯上空。为什么？因为如果说它已经到最末端拦截的话，其实那个速度非常快啊。我们如果以这个东风15，它的发射的速度啊，大概就只有4到6马赫，可是当它坠地的前面一刹那，它可以将近10马赫的速度。所以我们讲到说，最容易拦截的其实是它在发射的这个阶段。可是发射的阶段呢，第一个你要能够预警，第二个你的飞弹要能够飞那么远啊，那其实是很困难的。那中国大陆呢，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测试了。那但是现在是一个联合的演习，我们看到2022年，其实它就是完成了陆基的一个中段反导的一个拦截测试，而且它这次测试是给谁看？它这次测试就是给台湾的乐山雷达看的。为什么？因为以前发射从这个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都是向西发射，向甘肃的这个库尔勒这个位置发射。为什么？因为它有2个目的，第一个我发射飞弹，第二个库尔勒这边它有反导的一个部队，它可以进行演练。可是这一次为什么向南移？因为如果在这个位置的话，那其实过于偏北，乐山雷达没有办法掌握，他就故意往南。那故意往南呢，偏南，让乐山雷达看个清楚，这其实就是一种威慑的方式。那这个呢，也就是我们看到库尔勒，我刚刚提到说，他有这一个飞弹中段反导的实力啊，而且我们之前这个是在2022年的6月，其实我们就已经看到这颗飞弹。可是我们一直不知道这颗飞弹是什么，而且在库尔勒的附近，其实它也有大型的相位阵列雷达，可以作为目标获得，也就是我们前一段讲到的建立 line of sight、建立瞄准线的部分，它通通都有啊。那直到今年的93阅兵的时候，我们终于看到了那颗飞弹，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一个飞弹发射车上面，它只能够容纳2枚。我们看到这是1枚，旁边还可以放到1枚的这一个飞弹，到底是哪一种？结果
原来是红旗29啊。那红旗29就是我们如果说在阅兵场上看到是这样，但是它刚刚下火车专列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它就是可以容纳2颗飞弹，从后面看也很清楚啊。那这一个呢，其实相对于日本来讲，那日本呢，他们现在要放的其实是03式的防空飞弹，在与那国。那与那国现在有没有？与那国现在没有，现在最接近台湾的其实是石垣岛的这一个阵地啊，也就是他们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如果我们看到日本，它从奄美大岛就是不断的一直向西南部署。那其实与那国它之前部署了雷达站，可是飞弹一直没有部署。那这一颗飞弹真的能够防卫台湾吗？很多人是这样的想象的，其实不行。为什么？因为我们讲到03式的这一个防空飞弹呢，它其实从与那国它只有50公里的一个拦截的距离，哪怕是它已经用了新构型，也是如此。也就是它其实也不过就是在台湾到跟与那国108公里的中间而已，它也不是所谓的中程的弹道飞弹，它其实是一种防空飞弹而已。至于12式啊，那如果我们看到12式的话，12式它的一个12式是反舰飞弹，也就是攻击舰艇的。那它也就是这个黄线的部分，它的距离200公里。其实我们讲到了这一个宫古岛的时候，这个范围也就进入了我们台湾所谓的雄三飞弹增程型400公里的这一个范围了。不过，如果我们对照这一次以及之前无论是山东舰或者是辽宁舰，它的操演位置大约都在宫古岛以南，台湾以东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在我们所谓的这一个雄三飞弹的射程之外，它还多加了50公里的一个可能的延长的射程。所以我们这样讲啊，日本这样的部署其实没有用，必须要回到我们第一段这个蔡正元老师他所特别强调的新型的，无论是我们讲到的标准6型，或者是这一个战斧巡弋飞弹，那才是能够影响到与那国，或者是影响到宫古岛的宫古海峡的这个部分。但是美国在这里面的态度就变得很重要。是好，我们看到，所以日本不断的强化在西南群岛这边的飞弹的部署，所以呢，中俄看在眼里，也这一次祭出了这一场这个反飞弹的演习，除了是给日本有一些威慑力之外，也是警告台湾哦。那针对于这一场演习，其实路透又在背后做了更深一层的分析，他特别讲到说，其实中俄的这一场演习，它不是普通的军演而已，因为它其实这当中涉及到非常高的机密，像是这些高度敏感的雷达侦测，还有这些数据链的共享跟拦截程序，都是属于战略级的军事合作。那中俄这一次其实已经是时隔8年再次的启动这个反导联手，背后这个路透也解读了2大目的，就中俄的2大目的。第一个就是跟美国做一些展示，说中俄我们是可以对抗美国的飞弹的。好，第2点就是要来反制川普的金琼。中俄的联手就能够拦截美国的战斧跟这个义勇兵3型弹道飞弹，还有金琼吗？杨老师怎么看？我通常觉得这种矛盾之争哦，矛方面呢，攻击的方面其实是占据了比较优势的。尤其你在这个盾，现在在反飞弹3个有名的嘛，一个已经做出来就是以色列的铁穹，第2个是美国想要做它的金穹，第3个是赖清德想要做台湾之盾，后面2个都还没有出现。可是铁穹其实已经受到考验，你看了这一次。以色列跟伊朗之间彼此在飞弹跟无人机的这种相互的攻击，后来它的铁穹系统基本上就已经没有办法应付了，所以以色列的都市呢受到很多的攻击。川普为什么去打伊朗的核设施？就是救以色列，铁穹已经没有办法了。那你再讲金穹，金穹做的其实不只是在反飞弹系统啊，以前讲的国家反飞弹系统啊等等之类的，或者是雷根时期的星战计划。它其实一个新弹计划的放大版，
它还包含卫星的太空感测器、拦截器，还有呢巡弋飞弹、弹道飞弹、高音速飞弹、无人机整个这个系统。那我们也后来在上个月相关的报道，美国这边呈现技术、人才、经费3大问题，能不能做出来一个大的问号？不过这里面重点跟这次中俄的反飞弹有关的是，当川普1月宣布精穷系统的时候啊，5月份石破茂就说日本要参加。那你说上一次中俄8年前是在哪里做？是在北京做联合反飞弹训练，那是2017年针对什么事件？韩国要部署萨德飞弹，所以今年1月份精穷，5月份日本表达要参加，那一定已经开始在这个合作。所以呢，当技术跟钱跟人才的问题，其实日本就会帮助美国。那当然精穷就会涵盖到日本的这个层面，也就是甚至核子保护伞相关的反飞弹的系统都会在日本本岛以及到它这个冲绳跟西南诸岛。这个是一定接下来会走的。我觉得日本接下来从450亿的预算增加到900亿哦，中间很大一块会在这里。可是你出来要问这个冲绳人就会问了：我们这些岛屿，这个中国会来打吗？来打不就是打日本、打美国吗？其实，然后你做了这么多，但你做了这么多的一些防卫跟飞弹，你反而变成一个招引人家来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所在。那因此，这也就变成冲绳人其实很反对这个东西。对。那你说到巡弋飞弹或者义勇兵3型，6兵3型是1970年设计的，射程14000公里。他在10月份的时候又做过一个测试，打到那个太平洋的马绍尔群岛那边去，但没有装任何的武装。所以他现在又在做新型叫哨兵型的这个飞弹，那都是洲际型的弹道飞弹。洲际型的弹道飞弹要拦截，其实有它的困难度，因为它通常都是搭载核子武器的。而你如果没有在发射的前端或终端去拦截的话，你到尾端拦截其实效益并不大。所以你往往是在中间的时候呢，在这个太空轨道的时候，因此呢，精穷它就是针对这一块。那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在做的反飞弹呢，目前主要还是针对比较是战区型的。我的感觉是如此。那有没有进入到全球性的反飞弹？那可能是他们下一步会合作的目标。好，所以我们看到日本的动作频频哦。这个除了增加军事预算之外，也配合美国加强这个军事上面的武装。那确实不只是日本而已，美国自己也在不断的加强，而且他这次想要做的是核武装，为了就是也是看到中俄不断的加强他们之间的联合关系。那这一次呢，我们来看到最新的报道是来自于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呢，美国正式宣布了会跟当地的通用电力一起签署，这个是独家的合约哦。研发的是核武装的海射巡弋飞弹，而且是低当量的，比较有精准、有限度的来压制敌方，会对中俄带来多大的战略威胁呢？为什么是低当量？委员又怎么看？所谓低当量就是1万吨 TNT 以下。那什么叫1万吨 TNT 以下呢？就是当时在广岛跟长崎啊，那2颗核子弹啊，都在2万吨以上的 TNT。所以我们现在通常讲低当量是讲1万吨以下的。那甚至可以小的更小。这个是可以调节的啊。那为什么美国要发展这一款新的这个所谓的海射型这个巡弋核导弹呢？它的全名叫 CSL， 是 Sea Launch，CM 是 Cruise Missile。Cruise Missile 巡弋导弹，后面加 N 就是 Nuclear Armed， 就是核武装的海射型巡弋导弹。是这个巡弋导弹它装在什么东西啊？它理论上是要装在水面船舰跟潜水艇，但是水面船舰它能装的只有伯克级，目前计划已经取消了，全部要装在潜水艇上面。那我们把美国的潜水艇简单介绍一下，它分成这个所谓攻击型潜水艇跟这个战略型潜水艇。攻击型潜水艇过去是不装核弹的，它全部都是核动力，但是不装核弹。然后战略型是装核弹，那战略型装的是3X级核弹，那个是个长程这个核弹。那长程核弹除了你要打人家的大城市，意义不大。所以他们为了补足，现在想要发展这一款 SLCM Sea Launch 的 Cruise Missile， 好。做什么用呢？要装在 Virginia 跟洛杉矶级。为什么？因为现在这种没有装弹道导弹的这种攻击潜水艇，主要3种，一个是
维吉尼亚级，一个是洛杉矶级，一个是海狼级。那维吉尼亚级最多大概是有24艘，那洛杉矶级大概是23艘，但是洛杉矶级比较老旧，还在淘汰当中。然后海狼级啊有3艘，但是它的成本太高，所以目前大概没有计划装在上面啊。当然了，我们刚才讲 Ohio 级都是战略型的这个核动力潜水艇，这种战略型核动力潜水艇啊，它原则上有18艘，可是有4艘拿去作为特种作战跟防口作战用，所以它也没有办法装这一款。但是 Ohio 级的这种弹道导弹的这种核弹装置也没有办法装这个，所以原则上它是装在维吉尼亚。如果是24艘都装这种导弹的话，对什么地方非常有用？台海战争。它目的就是台海战争，也就是他刚发表的国家安全这个策略报告里面讲，要增加对中国的核威慑。那这种核威慑让中国在战略上产生一个选择上的困难。如果这个你找不到它的核潜艇，当然核潜艇呢，不管从哪一个角度，从日本方向、菲律宾方向、这个关岛方向，任何一个方向发射这种核弹啊，这种所谓海射型核弹，你预先没办法侦察到，那没办法侦察到，它可以攻击在台湾海峡的任何解放军的船团，啊，那攻击解放军的船团呢，你不晓得什么时候攻击，所以解放军的考虑就是说，第一个，我如何避免攻击，我有没有办法做到找到你所有的这个潜水艇？不太一定，那你就会冒一个被攻击的危险。第二个，你如果被攻击的时候，你如果反击，他在海下，你根本没办法反击。然后你没办法反击的时候，你唯一的选择就是要攻击他在冲绳跟日本或者菲律宾的基地。那攻击他在基地的时候，美军接下来就攻击你的沿岸，从上海、宁波、厦门、汕头，甚至于到海南岛，他这个攻击你的海军基地。那这样的话，核战争就爆发了。因为你接下来大陆也选择要攻击上关岛，甚至于攻击到夏威夷，好，那这个核导弹就爆发。因为你大陆本土如果被核导弹攻击，即使低当量的，一定也要攻击洛杉矶跟旧金山嘛。这是一种核相互平衡的一个威胁哦。所以他的目的是用这个方式来阻却解放军进攻台湾岛。那同时呢，用这个方式展开对日本的核保护伞。这核保护伞是用来安慰日本跟韩国，你不要自己发展核子武器，因为日本如果废弃了无核3原则，他挑战的对象不止中国，他恐怕还挑战对象还是美国啊，所以美国总是要留一个。但这些东西真的，他讲了一堆俄罗斯气，跟俄罗斯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打俄罗斯哪里？这个俄罗斯没有打日本啊，对啊，所以顶多你是弄北韩，那北韩你这个太大动作了，没什么特别的意义，所以基本上很明显的，它针对台湾海峡设计的。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